好，那麼全世界的報紙啊，《紐約郵報》、英國《獨立報》啊，這個 Fox News 福斯新聞、香港《南華早報》都在報道，因為它不是只有兩岸關心這個話題，不是只有台灣關切，國際媒體也很關切，軍售到底會怎樣？對美國的對台獨的看法怎麼樣？哈，美國貿易代表說，對台灣的軍售要考慮美中關係各項因素，就已經講話已經鬆了嘛，要考慮各種因素哈。那另外呢，《紐約時報》說，川普已經接受了北京的說法，說是台灣造成緊張的關係，所以呢，他們說恐怕會無限期延宕對台灣的軍售啊。那另外呢，這個佩強國民黨團說，怕9月可能才會告知發價書的狀況，因為現在已經給第一批發價書110億美元嘛，那原來說140億，第二批已經都送上去了。但是白宮一直沒有批嘛啊，因為原來是想說可能川習會啊，至少延到川習會以後。那現在問題又來了，9月24號，川普又邀習近平抗離大陸訪問，那會不會在這中間，對不對？習近平如果去大陸9月24號是幫川普競選的，因為期中選舉是11月啊，習近平幹嘛？你看他為什麼排到9月24號？離那個期中選舉只剩下1個多月了，所以習近平去就表示，你看我川普已經對不對？跟中國保持一個友好的關係，同時習近平去一定會帶禮物嘛，一定會帶東西，等於幫川普助選。那在這種情況，川普會在這個中間突然宣布賣台灣140億嗎？到底會不會呢？不知道啊，因為川普你也搞不清楚他怎樣了，也許他會賣一點，或分批賣，也許延宕，都不敢確定哦，所以可能要9月啊。那另外呢，川普說這個蘇起也警告說已經接受習近平的看法了。因為川普自己說，他跟我談台灣談了一晚上啊，千里迢迢跑到大陸去，談了一晚上，就是在談台灣問題，所以蘇起的2027是關鍵的哈。那另外呢，前國安局長李祥照也說川普談話比他們發表聯合聲明更沉重，台灣的安全被降低標準了。什麼意思？因為原來當然是想說會不會發表聯合聲明呢？會不會有第4份公報啊？因為他之前有3份公報嘛，上海公報、建交公報、817公報，會不會現在搞第4份呢？沒有。那川普也沒有講說我反對台獨，但是他的講話可能比那個更嚴重啊。所以呢，台灣的安全現在搞了半天變成中美共管了啊。那另外呢，日本媒體說川普到中國成果沒有什麼成果，而且被中國帶着節奏帶着走啊。那《紐約時報》也說，美國已經改變對中國政策的基礎，過去幾年是對抗中國，現在擺一邊了，現在已經不說對抗了為什麼？第一個，你對抗也對抗不了；第二個，川普現在眼前最重要就是他的期中選舉啊，期中選舉如果輸了，對他很慘啊。他自己都說，如果期中選舉輸了，我可能被國會彈劾啊。彈劾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過的，美國總統好幾次被彈劾，沒有一個過，但是歷史上會留下記錄嘛，難看嘛。尼克森是發覺彈劾有問題，他自己辭職了。但是到現在為止美國沒有一個彈劾是過的但是也擔心啊。我們看一下，我認為川普你基本上是接受了習近平的這個一些看法。川習會後，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公開示警。蘇起分析，習近平的對台政策已從兩岸談進一步到美中談，若再無用，將是中國自己談。明年川習會也沒有了，然後還是這個川普，還是美國還是一樣在抗中，這個反中抗中保台。那2027年，大陸就面臨它的戰略地理就要考驗。台灣老百姓要認清這一點，不要認為美國會來救你。畢竟當年的6項保證，對台軍購不得與中國討論，美國總統川普壓根沒放心上。賴政府可以去講了，但是美國聽不聽得下去？他連前面幾任總統他都不會被他們約束，更不會被1982年約束。他是這個怎麼講，天不怕地不怕的那種人，所以這個我們看得很重，他根本看得很輕呢。要賴政府別再自欺欺人，尤其川普接受專訪時直言，軍購就是談判籌碼，但這籌碼是對台還是對中？川普他本來就是一個交易型的總統，對台的軍售，就他來講，當然是他跟習近平在談判協商的時候的一個籌碼。或許也難怪川習會才結束，美國議員不分民主黨和共和黨接連急着發聲，要川普速速拍板國會今年1月才通過的140億元對台軍購案了。
川普說軍購是很好的籌碼，為什麼呢？他可以跟老共講啊，跟北京講啊，你要我賣多賣少，對不對？那看你買我多少東西啊，它就是一個籌碼。那吳世華還是說呢，把台灣當籌碼，美國還值得信任嗎？另外呢，美國官員說呢，這個華府曾經有叫停軍售的先例，所以美國的眾議院議長說，國會是支持台灣的，美國國會3眾都很挺台灣的啊。但是呢，台灣要秀一下你自己的實力嘛，你都不買武器，對不對？就叫我們保護你哦。那另外呢，《華盛頓郵報》批評川普對中國的態度變成務實，是正確的方向。因為美中不應該全面脫鈎就是說至少要維持，就是競爭歸競爭，還是要維持一定的聯繫，這是我一向主張的。台灣在中美之間，大陸沒有應該維持一個等距嘛，維持個等距，就是說你美國也要爭取你，大陸也要爭取你，你不要讓一邊覺得說完全失去、完全失望了。好了，但既然如此，你既然100%投懷送抱，那我就算了，這對台灣是不利的所以你至少比如民進黨現在是美國100。大陸0，那這個是聰明的嗎？那好吧，就算不是50-50，至少那邊60-40、70-30也好嘛。所以《華盛頓郵報》講的不應該全面脫鈎。來，嵇凱，剛亮君講說川習會之後很高興啊，大家都在討論這個民進黨這個黨史的這個發展。實際上，這是民進黨現在最痛的地方，他怎麼去轉彎？為什麼賴清德一天要開2個記者會？今天是川普跟美國不高興嘛，所以記者要解釋嘛。你是從1991年，民國80年，民進黨制定了這個台獨黨綱，到後來2007年，還有一個正常國家決議文他什麼要證明要制憲憲法要制憲的重來的，然後變成是台灣國，這個就是現在引起，這是川習會之後，習近平跟川普講完之後，急着要解決問題。我認為這個大轉彎非常非常困難。好，那我們再整個看執政黨跟賴清德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。可是對台灣人民，我覺得有3個非常嚴重的衝擊。這一次是很實質的。第一個就是剛剛講的，我們的經售會延期多久，這是一個大的問題。第二個也是很嚴重的問題，晶片可能會加速外流到美國去。大家看，現在很多真相都出來了。這個川普去接受福斯的這個專訪的時候，他先講了一個很重要的點，他說他跟習近平坐一個晚上，幾乎都在談台灣的這個問題。他是談到2個很重要，他說台獨不能再推的一個很重要一個因素嘛，他不要讓人家認為說是美國在支持。他連這個話都已經講了這麼清楚了。然後他認為這個問題看起來是，以前是說有些民進黨把他推說是在野黨，現在他完全接受習近平的講法，他認為錯在或者說這個推動的這個推力是在民進黨，這是2個點。那更重要，他直接從這邊他解決方法。主持人問他說：“那怎麼辦？”跳的方法他跳到哪邊去啊？他第一個他講說：“那麼遙遠，我們離台灣9500這個英里，要去幫他打仗嗎？”這個同時，他突然跳到一個地方去，他說：“晶片最重要。”他電視在這，他想到解決台灣的問題，第一個他想到的還是晶片，然後他就緊接着講說：“那如果發生戰爭的話，那我們的晶片美國會有問題。”所以他說在我的任內要讓晶片佔有率要變成40%到50%。所以第一個，我們的經過可能是會。不要說一定是取消，至少是延期到9月，甚至可能到期中選舉11月延後，這個是要怎麼解決？這是第一個大影響。第二個影響也很大，現在會不會變成加速晶片要外移到美國去？這也是很嚴重的問題。另外一個更嚴重，整個台灣美中台這個關係發現急劇的這個變化了。以前好像2邊在拔河，一邊中國大陸，一邊美國，對不對？我們的賴清德民進黨政府就靠到美國這邊去了，結果現在2邊本來在拔河，我們靠到這邊，現在突然2邊變好了，台灣怎麼辦？我們不止變成菜單就是我們的位置已經變成變化了。所以剛剛很多人在提了嘛，我們的安全會不會被降格？那美國跟的關係可能也開始出現一些變化，我們要趕快調整。所以我做3個很重要的建議：第一個，晶碩能夠買到的趕快去搶，這是一個點；第二個，晶片要維護好，因為川普練字在直接接受專訪的時候，他講的也是晶片要加快，要過期。第3個也很重要，當美中台的這個關係已經大幅的這個變化的時候，我們不要只有壓美國這一邊。怎麼樣回過頭，可以在中間啊？以前馬英九時代有和平紅利啊，趁這個機會把美中台關係，我們好好回到中間來，對台灣人民才是有利的。當過兵人都知道我們那個部隊很多的武器是很老舊的，有些30-40年的，你那個怎麼打仗啊？以前是我們要跟美國買武器，他不賣啊，記得嗎？以前我們要買F-14不賣，我們要買F-35他不賣，我們想要買核子潛艇他不賣。他現在川普因為生意人，他现在要賣了。就像你講的，趕快買吧，因為以後他可能就不買了，不賣了。所以這是為什麼當時我主張賴委員呢，其實我們都主張說，先框一個8000億嘛，
然後動資的只有第一批發價書，因為就知道第二批發價書會不會來也不知道了，因為川普已經把它動了嘛。但是至少你給他一個8000億的一個框列，他沒有話講啊。那好，如果你今天當時就把它刪掉了，哦，按照當時國民黨主張，就只給他3500或3800億。好了，那川普到美國去，習近平說不要買武器，川普說是啊，我們不會賣他，因為他自己都刪掉了嘛。那你有什麼話講？你不是剛好落入他們的這個，等於是他們的這個，你說陷阱也好嘛，他們的說法裡面嘛。那我現在已經列了8000億了，那我第一批你只能動資，立法院馬上審，只能動資有第一批發價數的1110億美金，第二批發價來不來，我掌握不了啊。川普來不來，那他的責任啊，就不是台灣的責任了，他就很難把這責任推給台灣了。哦，到時候民進黨會罵藍白，說你看看，就是因為你們害的，所以呢，現在人家不賣了，你幹嘛要掉到這裡面去呢？所以你自己想想看，我們當時的主張是從某個角度看是蠻有遠見的，已經看到後來的結果是這樣。休息再回來。好，我們這個發展這個潛艦哦，好像一直中間有些問題哈。那馬文君呢就不滿，所以一直跳票哈。所以呢，後續115年度的預算119億，那馬文君說通通凍結，不能用啊。那另外呢，因為我們的潛艦有3階段的量產啊，所以呢，這個馬文君就認為說呢，把它列表啊，這個分成幾梯次了哈。那潛艦國造第2階段原型艦啊，那這個馬文君說先凍結5000萬，然後呢，黃仁是凍結1431萬，然後民眾黨的王安祥凍結2862萬，然後接着第3階段哦要繼續凍結哦。那另外呢，這個說119億的115年計劃，王定宇說怎麼可以沒有理性的全數凍結呢？哦，那現在反正看起來這個朝野是有不同的看法了哈。那陳冠廷說我們沒有自主國防能力，不是把武裝都去掉了嗎？自己去武裝化了嗎？那馬文君反擊說浪費國防預算才是真正的傷害台灣啊。那退輔會主委顏德發是說呢，老共對我們的威脅越來越大，所以要建立完整可視的戰力啊。那為什麼由退輔會講話？我也很奇怪，國防部應該出來講話。馬文君說之前買的功能跟性能都不好，包括5億的無人機，所以也要把它刪掉，無人机也不要啊。那另外呢，好，我們先看一下這個。別用那種眼神看我。國防部最新影片用霸總語錄，國軍展示堅定捍衛台灣決心，寫下有我在就不許你受一點委屈。但如今覺得受委屈的或許是國防部，因為除了3350億的無人載具及反制系統預算被刪，年度總預算馬文君委員也提案刪除軍備局的無人載具技術計劃5億765萬，凍結陸軍還有海軍的無人機反制系統4億5610萬，3799萬遭綠委批評是傷害台灣國防，浪費。我們的國防預算才真正的傷害。之前的年度其實也有買了很多的無人機，那到現在其實它的功性能並不好。那現在又編了很多的經費，這個不止在國防部，它在內政部或其他的部會，其實也編了非常多相關的這樣的預算，把詳細的那個數據資料都把它攤開出來。包含國民黨的委員還是很遺憾的，要麼就是刪減動。而且是以非常大的幅度。你要去武裝化嗎？還是就是在野黨想要做的去武裝化？如果沒有武裝、沒有國防能力的話，你們怎麼對話？你們的對話會有重量嗎？如今海鯤號進入第14次海測力拼7月交建，後續將以2+3+2的方式3階段來建造。但海軍司令部編列了第3段後續建的籌建119億5000多萬的預算，現在來回提案凍結版本各不同。馬文君提案全數凍結，黃仁提案凍結50%，59億7180萬。陳永康委員則提案業務費1835萬1000元應該凍結10%，未來將會統整各版本意見。還是又拖了到現在，整個的測試的過程裡面沒有一件是完整的。那如何要編這個預算？不一樣的想法，還沒討論嘛。如今不止國內預算還卡關，川普那句第2波對台軍售還沒確定，也為之後增添更多變數。好，那麼韓國瑜啊，最近帶朝野立委到英國跟法國回來了。他說兩國議長都見面了，而且呢，外國的智庫都緊盯着台海的軍購跟美中的局勢，全世界都在注意這個問題哈。所以呢，這個
2個重點，就是軍購跟川習會的衝擊啊。那另外，民進黨有一個民調哈，賴清德就職2週呢，這是民進黨自己做的了哈，滿意度、信任度都過半哦。滿意度呢56.4%，那信任度呢51.8%哦，都過半哦。而且呢，不管在維護主權呢、國防事務、外交事務、兩岸政策，我很好奇，兩岸政策都過半，其他你還可以講兩岸政策。好，那另外呢，這個超過70%認為說減輕人民的負擔。有8項施政都是高度支持，你看從74%最低都53%，連兩岸都有53%。那這個社會福利有這個減輕人民負擔有74%，認為說減輕了人民的負擔。那剛好這個 TBS 前2天也做了一個調查，也是2年，所以我拿個對比。那前2年這個前2天做的調查呢，在打詐、司法改革、能源跟兩岸不滿意是過半的，超過50%。不滿意我們看啊，都超過50%的，看到沒有？50%，這個超過50%，好，有些不到50%，但是這4個東西是民眾比較不滿意的啊。那另外呢，這個42%的民眾認為賴清德是走在正確的方向，40%認為他走在錯誤的方向。可是當天我也講 ，TBS 做的民調已經顯示，跟1週年比，賴清德的確是往上走了。哦，這個滿意度呢，這個升了10%，不滿意度降了6%，尤其是經濟方面認為2週年比1週年的時候呢，上升支持度上升了12%，滿意度上升12%。我想跟最近股市一直漲啊什麼，可能有一定的關係了哈。那我們看一下，結束為期9天的英法國會外交之旅，立法院長韓國瑜臉上不見倦容，率領藍綠白立委在桃園機場說明此行成果。法國參議院的議長以及英國下議院的議長，我們議長跟議長之間，大家談得非常的融洽。這個對台灣將來在英國、法國所有類似的外交工作，都是一大突破。跟英法兩國國會議長平起平坐，韓國瑜定調是外交突破。此外，還跟這兩國的智庫深度交流。顯然，他們非常關心幾個議題，例如軍購，例如川普跟習近平2位領導人見面之後對台灣的影響。韓國瑜在倫敦出席的歐洲台商聯合總會年會開幕儀式，還有600多名旅歐僑民遞交請願連署書，呼籲立法院不分黨派共同支持充實國防。但據悉，韓國瑜沒有把連署書接下。台灣天災人禍戰爭的時候，誰會最幫助台灣？就是各位，大家一定要記住，我們永遠是一家人。但事後，民進黨立委林楚茵也在臉書寫下歐洲台灣人挺國防連署書，楚茵代表收下，奉勸在場的韓國瑜院長與藍白兩黨不要癱瘓國防，也怪不得韓國瑜語重心長。到了海外，不客氣講，少談政治，多談感情。談了政治老是吵架，你講這幹什麼？你還要分他藍綠嗎？不是很無聊嗎？所以我時常講，心中只有台灣情，眼中沒有藍綠白。你再談這個就沒有意思了。選舉到了講一講的很正常，平常不選舉每天講這幹什麼？不要只有政治好不好？偏偏立法院長的國會外交之旅軍購一提追到天涯海角。被講，剛剛韓院長有講說，英國的國會跟法國的國會議長都蠻關心對台軍購，還有川習會。其實某個程度來講，我們知道這個現在21世紀的門羅主義，也就是說，美國顧美洲，俄國顧歐洲，至少是東歐，然後中國顧亞洲，這種門羅主義，至少門前雪的這個狀況已經是越來越明顯了。所以當然，為什麼英國跟法國的議長跟他們智庫特別去注意對台軍購這件事情？因為表現說，第一點，台灣的在野黨跟執政黨願不願意去保衛國家，去買多一點的軍購。第二點，這個軍購買了之後，因為安理會5大國就全世界最大的5個军火商，中美俄英法5大國裡面，只有美國敢以國家的名義賣你台灣武器。所以，如果美國現在知道你要給他這些錢賣你武器，但是他選擇不賣的話，那未來對於俄烏戰爭會不會在最緊迫的時候？對於歐洲來講，他們最關心的還是俄烏戰爭，他們不會關心說台海很重要，但是沒有俄烏來的迫切。假設澤倫斯基真的再繼續談下去，對於川普對他是不滿的，是不是有可能到最後面忽然那個星鏈 Starlink 還有所有飛彈忽然抽手？
他們也要做這一方面的這個預判，因為川普既然可以跟習近平談，川普會不會跟普丁談？馬上要去了。对，所以說如果跟普丁談的時候，会不會有同樣事情再次發生？他壓着烏克蘭，壓着澤倫斯基說：“你再打下去，我新店跟飛彈馬上撤。”普丁要去大陸了，要去訪問。对，所以說可能川普跟普丁談的時候，會不會有這個狀況？所以為什麼說大家都很專注這些事情？所以因為美國這一個國家已經牽到全世界的軍事政經的這個競爭，所以說每個人都在看美國該怎麼做。那當然，我剛剛也講到日本、韓國，可是美國到最後面，他還是只關心自己的利益。所以這是在國際政治裡面沒有永遠的友誼，只有永遠的利益。對於美國來講，現在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們要想辦法滿足他們內部的需求，滿足了內部需求，他才有資格跟才有資格跟其他外國講說我們要不要對抗或合作。那在這個前提之下，我們看到說，這次可能其實我認為美國現在是拿到最好的籌碼是什麼？是中國表態說，我們不歡迎荷姆茲海峽伊朗繼續收人家的錢，繼續去 blockade 去阻擋荷姆茲海峽，去讓全球的油價崩盤。那這至少是對美國來講，在未來5月到9月之間，它有一段時間說，中國也不贊成你這樣做，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坐下來談？那我又看到另外一個新聞，現在伊朗已經正式派他們的議長去當对中國的直接代表，那也就是說，中国可能最後面变成是美伊之間，他們要能夠冷處理下來很重要的一環。那同樣的時候，這個時候如果這個方向如果是正確的話，我認為今年第2批發價書可能不會來，9月都不會來，因為川普要看這9月那個習近平要看我9月到美國之前，你川普做了什麼事給我看呢？變成說兩邊都在互相測試的。他如果9月，如果在9月之前去了，这就是他发价书来了，他可能去不了了，可能这样子。习近平可能会取消去哦。而且今年還有3次川習會哦。到今年12月，川習會才4次川習會才結束，會不會到對其中選舉過後，搞不好到明年1月才有可能第2批發價書會來？就2個觀察點了。第一個，美國到現在還是全世界國防預算編最多的。美國一個國家的國防預算比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加起來都多。你看美國，它國防是很強的，所以它軍火工業也是強的，這是第一個。哦，這個是這個一定要關切的。第二個是，雖然你看川普到大陸去。他買的東西主要就是農產品啊，大家會想說農產品能賣多少錢呢？大豆能賣多少錢呢？黃豆能賣多少錢？這個牛肉能賣多少錢？錯，因為美國很多州還是農業州，期中選舉，川普絕對不能把2個院都丟了，他至少先如果能維持參議院，至少1院不丟，因為他很多是要參眾兩邊要同時通過嘛，這個通過那個通過。美國的再小的州農業州，它也是2個參議員。再大的州，紐約州、德州、什麼加州也是2個參議員了。你這麼紐約、這個加州，反正你這個民主黨佔多數的州，那個我也不要了。我這個農業州，我能夠掌握兩個參議員，我就希望我參議院能夠過半了。所以川普去，他至少大陸給他面子，買了很多農產品，這個農產品就可以對他的死忠州、保守的州能夠交代。休息再回來。